接下來我們要特別來解讀，是在2026年大陸很重要的一些空中戰力，它的戰機上面的解析。今天會特別來關注，首先是2款的這個戰機，包括了在新加坡封王的殲10C 跟殲35A 之外，今天還會特別來關注在驍龍哦，現在在許多的國家銷售都非常的產線開到最旺，那非常的受歡迎。那另外就是來關心的是印度它的國產光輝戰機，則是43年磨成空啊，怎麼回事？今天一起來做關心。好，今年的新加坡航展等於是一個全球的軍工實力的公開對決。今天特別先來看到幾款來自於大陸的戰機，首先是在8E飛行表演隊駕駛的殲10C，它直接是在空中，當時拉出了一個高弓角的機動，完成了近乎實戰等級的戰術動作，讓大家非常的驚豔。這是針對殲10C，再來殲35A 也有很好的表現，它站上了 C 位，對外釋放大陸的5代半戰機成型的一個訊號。再來看到的是驍龍戰機，因為它低成本而且高可靠性的風評，讓許多的國家跟着搶購。現在根據了解，已經有5個國家都已經下訂單了，當中包括了伊拉克、孟加拉、印尼、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利比亞等等的國家都在排隊要下訂單。再來，剛剛我們有特別提到的，除了大陸的戰機我們做關注之外，就是印度的光輝戰機了。其實從1983年代開始，它已經出現時間超過了43年，但是大家還記得嗎？當時在去年的時候，杜拜航展上面它墜毀哦，所以它今年的閱兵其實沒有出現。那麼現在也發現了它的產線跟不上，供應鏈跟不上等等的問題，所以現在可以看出來2個完全不同的一個狀況。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呢？殲10C這一次完成的這個高難度的一個動作秀的是什麼？那我們也關心殲10C跟殲35A 驍龍它的性能對於中國大陸接下來軍武它的擴大出口外銷有實質的幫助嗎？好，殲10C它本來就是一種講究空中機動的高性能戰機啊，它雖然不是最先進，也不是最強大，但是它在於這個低空的1對1的對戰之中，其實它是討得到很多便宜的。這就是為什麼去年的印巴戰爭之中，殲10我們能夠理解是巴基斯坦的殲10打下了那個法制的飆風戰機。那這次8E飛行表演隊在新加坡進行的那個是最難的項目，叫什麼？叫6機編隊橫滾，6架飛機一起編隊，然後橫着，但是一定有定向角度跟時間的。長機一聲令下，跟着一起轉，一起滾。最難的是長機要從後面去追這5架，追到最前面，所以他要用最大的半徑，然後能夠追到最前面去。所以大家就知道6機編隊橫滾聽起來就大家一起滾就好了嘛，不是，長機要從後面追上去，這5架飛機不能亂，所以你要知道飛機跟飛機之間的間隙距離，那個是在訓練之中，只要有1架不注意的話，全隊就毀了，而且它還會面臨很多問題。就是說你像我剛才講的，因為它在密集編隊的這6架飛機要編隊是比5機、4機或雙機要來得密，就會碰到什麼？會碰到尾流的問題。尾流是每一架飛機都會碰到前面那架飛機的尾流。我們在搭客機的時候也會發生，前面那架客機它還沒有升空，你就準備要上去的時候，你會被它的尾流影響，嚴重的話你會墜毀，甚至爬不上去。那戰鬥機更可怕了，為什麼？因為這麼接近，它如果尾流去干擾到你的話，有時候輕你會脫離編隊，重的話你會墜毀。所以尾流問題還有什麼環境因素？什麼叫環境因素？因為在新加坡從海上飛過去表演，在海上的話，常常容易遭到陽光的折射，所以8E飛行隊這次他們是面臨很多技術上的困擾，還有什麼低空風險？就是什麼？你萬一，因為老實講，你要表演就是低空了啦。它一旦出了任何問題的話，你改不出去。飛行員最常用的就是改不出去就是墜毀一途。所以大家就看到說，這次8E飛行隊會讓人家覺得說做得很好的原因，就是因為說殲10它完美的表現了這次的行動。所以說我是覺得說，殲10在這個方面的時候，其實老實講一句，大概沒有其他飛機能夠做得比它更好了。
好，這是殲10C，我們剛剛特別來做解析它的整體的戰力。那我們也來看一下驍龍，因為驍龍剛剛講了嘛，它最近賣得很好，5個國家都下了訂單，但是它也有出現一些比較現實的問題，就是因為呢它是中巴聯手一起研制的，那現在也出現的問題就是巴基斯坦自己的產線，它根本就是供應鏈跟不上需求，每年生產不到20架，那這個時候中國大陸會不會來出手幫忙提升它的生產力，也換取自己的地緣政治籌碼？上次哥怎麼看？好，驍龍戰機當然眾所皆知是中國大陸跟巴基斯坦，那麼協助巴基斯坦建立起了生產線。那麼這時間其實是很早哈，那麼最早第一架驍龍戰機2003年就出現了，那正式在試飛是交機2007年，所以算都已經快20年前的部分的飛機了。那但是在這期間是這樣子。雖然都知道是中國合作，但實際上你知道，一個戰機之後要不斷的改良、不斷的優化，而這個部分來講，其實還是巴基斯坦自己為主，因為中國大陸其實在那個時間點自己已經轉向對於殲10戰機系列的部分的研究跟改良了，就大家有各自的部分的路線，所以這當中雖然也有一些技術交流，但就生產線本身，北京當然還是有指導，主要是還是後面一些掛彈跟改良當中的一些電子相關系統是有攝入。但生產線本身的部分，其實北京並不見得還有那麼多的助力跟主導性。巴基斯坦很驕傲自己的驍龍戰機跟自己的生產哈，而且20多年的經驗了。要知道，其實驍龍戰機主要為什麼那麼多受歡迎？金價是小個斗啊哇哈，基本造價就是3000萬美金，然後配備好多所有相關的彈藥跟電子系統當中，也大概才1億美金而已哈。所以要知道，同等我們看先前的美國 F-16戰機。這些都算是基本款啦，不是都是空對空的部分作戰為主。F-16的話，基本款叫1.2億美金呢，加上去就不知道更多了哈，所以才會受到那麼大歡迎，而且它的空防表現各方面都不錯。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件事情上來講，我覺得巴基斯坦的主導性是有的。雖然可能北京的意見，特別是一些電子作戰，特別是如果要跟北斗衛星有所謂這種體系化作戰當中相關的話，那當然跟北京有關。但是呢，我覺得北京現在對於驍龍當中的有點像是怎麼說呢？代理銷售商嗎？就可以展現中國大陸的這些武器繼續在科技研發當中展現在國際。但要知道，現在其實中國大陸也在賣自己的武器哦，所以市場上當中有微競爭戰。所以這裡頭也不盡然都是押寶在整個巴基斯坦的驍龍戰機上，但這種靈活性或對所謂中國大陸武力，包括特別是現在在造空軍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戰機的實質能力上中來講的話，驍龍反倒是另外一個該怎麼比喻呢？楊紫嗎？不能這樣講，還是很好表現得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到親生的跟楊紫都一樣優秀，都兩方都可以選擇。好，這個是中國大陸它在造自己的一個軍事的整體的體系，並且也做了軍事武器上面的外銷。那我們剛剛也提到說，來看看印度的戰機，同樣它也是生產了超過40年的光輝戰機。剛剛提到它的2個問題，除了說它在這個航展上面墜毀，杜拜航展上面墜毀之外，還有就是供應鏈跟不上。再來另外2個重點就是它的發動機還是得靠進口的，還有它的這個雷達也是得靠外包的。這就是為什麼印度的國產戰機常常有很多的問題嗎？謝大使怎麼解讀？其實印度這個光輝戰機哈，它最有名的就是它不斷的出事，然後呢，不斷的出現狀況。聽到的負評比聽到的正面評論幾乎是100比0，沒有聽到它什麼正評，全部負評。所以呢，我認為光輝戰鬥機是世界戰鬥機發展史上的一個非常典型、經典的失敗案例。那所以呢，這個戰機是1983年成立項目，搞到2001年才首飛，然後呢，進入到印度的這個空軍的入列是2015年。可是印度空軍當初開的定的是200架，到目前交貨跟在使用不到40架，所以印度空軍應該是光輝戰機的這個最捧場的客戶。可是呢，印度空軍現在使用的是這個飆風跟蘇30，他們不願意用，原因是什麼？不管任何原因，告訴你就是不願意用。不願意用的原因，我是飛行員，我天天飛一架
那個常常會墜毀，有墜毀可能機件故障的飛機，你不開玩笑嗎？我今天我是飛行員的話，我絕對不會拿我的生命開玩笑。所以常常很多自己國家發展出來的戰鬥機啊，很多國家發展出來，最後都是本國飛行員不願意飛，才讓這個飛機最後就怎麼樣無疾而終。我們也知道還有一些對。那這個飛機問題在哪裡呢？有7大問題。第一個，發動機到目前依賴進口，它是用美國奇異公司的發電機，發動機，它曾經自己想發展失敗。現在根本就沒有想要自己製造。前一陣子，這個美國跟這個印度講說我可以技術轉移，我甚至把機翼幫你生產這個光輝戰鬥機引擎的那個廠放到印度，印度就已經謝天謝地了，哇，對美國感恩戴德，就是它一個戰鬥機心臟是不是自己做？第二個，它的基本上載彈量跟它的这個航程都不足。為什麼不足？航程作戰半徑只有500公里。載彈量只有4噸，太少了。因為這個飛機當時定位的就是屬於輕型單發多用途的，它本身的這個只有13.5噸，所以這個飛機現在這個人家講說，這個飛機是怎麼樣？就是說還沒有到達技術成熟，就已經面臨過時。這個尷尬的一架飛機，是你搞了40幾年，你都不成熟，可是問題人家飛機已經好幾代出來了，你已經過時了，所以這是它一個很尷尬的。第二個，電子系統它都是什麼雜牌貨，拼裝的，整合起來有困難，也是造成它的故障率比較高的原因。還有就是生產速度很慢，1年只能生產16架。還有呢，印度空軍不捧場，然後呢，國際競爭力不足。這麼爛的飛機，一架要賣到4500到6000萬美元。對，然後呢，用戶反應負面，所以這個飛機找不到什麼優點。好，謝謝介大使。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每週